啰嗦，把汤瑶交出来，否则我头等枪毙。鄙人就是汤瑶。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。随着解放军第4兵团以雷霆之势拿下蒙自机场后，汤瑶集团在滇南试图反攻，以图发展的计划彻底破产，他只能狼狈地带着第8军和第26军的残部向各就越南方向逃窜，企图越过边境逃往国外。然而解放军第13军的4个团如影随形，一路穷追猛打，很快又解放了各就。远在重庆的刘邓首长频频收到前线的捷报，都在分析着汤瑶这只瓮中之鳖最后的逃跑路线。他们判断现在4兵团的左路军已经占领河口，彻底封死了逃往越南的退路。那汤瑶为了求生，一定会掉头西进，妄图从缅甸老挝方向进行逃窜。所以两人都一致决定派出我军的一部分兵力向西迂回，对汤瑶进行包抄围歼。但短时间内想要从贵州调集2野的部队南下迂回追上敌人是不现实的。最终他们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卢汉。我的意思，给卢汉去电报，请他派出我早已3个团的兵力，协同朱家弼部经岳山向梅江进击。此时的卢汉刚刚经历前段时间的昆明保卫战，又被戒大烟的过程所折磨着，早已身心疲惫，精神恍惚。当他从卫兵口中得知解放军已经占领蒙自和各就时，内心充满震撼。他除了震惊于解放军的兵贵神速之外，也让他庆幸自己选择起义的这条路是有多么的正确。当他收到刘邓的电报后，卢汉就知道解放军没有把他当成外人，起义只是第一步，要想真正获得尊重和地位，必须要有实打实的贡献。对他而言，这封电报除了有压力之外，更大的还是机遇。这封电报代表了信任，也给了他一个用实际行动彻底融入新阵营，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。马上电告刘邓首长，就说我暂编13军、龙生文师、32、36，还有34、35 4个团，已经跟朱家弼商量好，由他来指挥，并且在1月2号、3号已出发了。还有把这个4个团的位置一并电告刘邓首长。是。先回昆明，我马上就到。随着卢汉出兵支援，于1950年1月17日，我军的37师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，又解放了闻名世界的新都、建水等地，再次歼敌26军3000余人。愿意参加解放军的，我们欢迎；愿意回家的，你们学习一段时间后，我们就发给路费。回家，愿不愿意参加？愿意，愿意。与此同时，丢盔卸甲的汤瑶已经率残部逃到了沅江附近。此时的他就像一个走投无路的公司老板，明知公司即将破产，却还在用虚无缥缈的上市计划给员工画着大饼。为了鼓舞早已溃散的士气，他搬出了老蒋的那套话术，把总部转移到中缅边境这一带，条件优越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便于我军经营。在那里，只要我们坚持半年，3次世界大战一起，便可一举收复失地，光复整个大陆。然而听着他慷慨激昂的宣传，众人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默默低下头。毕竟经历了连续多场败仗和仓皇逃窜，这些军官们对战局的判断比汤瑶更加清醒，更加悲观。汤瑶的大饼在他们听来不过是糊弄人的鬼话，既可悲又可笑。但想要渡过沅江，进入中缅边境，就得抢占沅江大桥。汤瑶跟曹天歌一致决定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孙敬贤的170师。为了以表重视，不至于让孙敬贤认为自己是炮灰，在临走前，汤瑶直接升任孙敬贤为第9军军长。孙师长，你是干系重大呀！前几天在台北，总裁对孙师长倍加赞赏，我想你不会辱没领袖对你的信赖，一定能肩负起掩护总部西撤的重任。是。我军也知道，第8军多数是从北方招募的兵员，大多不识水性，而且沅江水流湍急，唯一的逃跑路线只能通过沅江大桥，所以13军紧急派一个团前往沅江抢占大桥，想要封锁敌人的退路。但汤瑶的部队毕竟还是离沅江大桥更近一些，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孙敬贤很快就先一步抢占了大桥。收到170师成功占领桥头的电报后，让汤瑶乐开了花，曹天歌更是高兴的大声喊着，叫众人过桥。可还不等军部过河，沿江大桥就传来了爆炸的声音。报，孙敬贤过了江，炸了大桥，带领大约2个团向南跑了。这孙敬贤李国辉，我要扒了他的皮！命令工兵连抢修大桥。
是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这句话在孙敬贤身上真可谓是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汤瑶让孙敬贤抢占大桥，掩护军部西撤，在孙敬贤看来就是让他当炮灰。现在他成功抢得先机，也要甩掉汤瑶这个包袱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。也亏这个孙敬贤炸了桥，让我13军的先头团在傍晚终于追上了汤瑶所部。趁着敌人还在修桥的功夫，我军先头团迅速占领无名高地，对第8军发起了进攻。猪儒，一群猪儒！我命令你们，天亮以前一定把无名高地给我拿下来！汤瑶为了逃命，命令部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反扑，战斗异常惨烈。但他的困兽之斗终究是徒劳。战斗从当天的夜晚持续到第2天清晨，81军旗始终屹立不倒。最终，汤瑶所部被全歼，他本人和曹天歌等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成了解放军的俘虏。就在汤瑶还在痛骂自己被俘，全因为孙敬贤的背信弃义时，历史戏剧性的反转却来了。逃过沅江的170师，最终也没能逃入缅甸，在不久后也被我军渡过沅江的部队全部歼灭。孙敬贤假意投降后又发动叛乱，最终被送上军事法庭，于1950年2月在昆明执行枪决。而老蒋在得知他的所作所为后，不仅没有丝毫的嘉奖，反而开除了他的党籍，没收了他过往的一切功绩。说白了，这场西南地区的最后较量是一场人心向背的决战，一边是解放军所代表的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战的坚定信仰，另一边是汤瑶集团所代表的一个腐朽时代的最后挣扎。当精神支柱崩塌，维系他们关系的只剩下脆弱的利益和等级时，我们看到了汤瑶的虚张声势，看到了军官们的麻木不仁，更看到了孙敬贤式的极端自私与背叛。这深刻地揭示了一个道理：任何一个失去人心的团体，其内部的崩塌往往比来自外部的打击更为致命。1950年2月20日，陈赓率领2野第4兵团的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昆明。卢汉和各阶层人士的起义部队在前往昆明的路上，组成了长达10余里的欢迎队列。国共两党两军在西南的这场较量，最终以共产党的全面胜利和国民党的彻底失败而告终。